回来啦。AC， AC， 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生意不好，就提前关门了。啊，还没吃饭吧？那给你做点吃的去。哎，不用，不饿。我跟你聊聊啊。啊，说。我可能又要失业了。没事儿，再找一个工作不就完了吗？再找一个工作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找工作是要看履历表的。我从牢里出来，这些年就没干过一个正经工作。我的履历表实在是不够光彩啊！你说这时代变化怎么就这么快呢？前两年我们新城舞厅多火呀，那么转眼之间就没人来了呢。可怜的是盛楠，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又体弱多病，到处都要花钱，是我忽然就挣不了钱了。你说这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？跟赵新梅合作就能赚大钱，我跟她合作不就完了？这不是跟他合作不合作的问题，那难道你出去挣钱，然后我在家里这个缝缝补补、洗衣做饭带孩子啊？那算怎么回事啊？那显得我多没用啊！没关系，我养你啊！哈，我养你。养我啊？嗯。青梅，我同意跟你合作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齐伟说你去找过他，我跟你合作并不是因为齐伟，而是我看好你的思路，愿意跟你一起承担风险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请进。厂长。哦，师傅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关于赵新梅说的红裙子的事儿，我想好了，我想要跟她一块儿合作。淑荣，他可是曾害得你。正因为这样，才要跟她合作，让她补偿我呀。问你什么意思？杜厂长，我觉得赵新梅的想法还是很可观的。我们除了要做红裙子之外，还要做红裤子、红衬衫、红外套，做一个红色的系列。不仅要做到样式新颖，还要兼顾到所有人的需求，前景非常可观。我也知道您可能对赵新梅会有一些看法，可要是她的想法真的可以给厂里带来利益，
能够促进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话，那我们干什么不做呢？叔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打心底里挺佩服赵新梅的胆识跟眼界的。既然你也这么说了，那就放手一试。要不，每样先做200件看看。那厂长，那太谢谢您了。你先别忙着说谢。叔，我呢虽然是厂长，但像你们这个红色系列这么大胆的想法，我心里是真的没底。万一要是给厂里造成了损失，这个责任我是担不起的。所以你们要全权自负啊！当然，厂里可以给拨款，如果盈利了，款项算作开发新产品的先期成本。那如果失败，这笔钱将由你们2个补给厂里。同时，咱们还要签订个合同。所以，叔荣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想清楚。厂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看看我们这个面料非常好。厂长，好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赵新梅、牛淑荣，这4位呢是咱们这片4大商场的销售部主任，这2位就是我们厂里这次这个红色系列的负责人。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沟通一下。啊，要说问题嘛，这款红色系列质量倒是没什么问题，面料啊款式也都不错，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颜色上了。哎，这颜色太鲜艳了，我们怕卖不动啊。是。据我的经验看，像这种颜色的衣服，往往都是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，甚至没人买，因为大家都想观望观望，等有人穿了自己再穿，这样等来等去，这衣服就成了我们的积压品了。对啊，一旦成了我们的积压品，会影响我们的资金回笼，到时候领导问下来，那我们也承担不了责任呐。我恳请各位主任试卖1个月吧，如果卖不动的话，我原价收回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好吧。那我们就卖着试试看嘛。好，那我们就试一下，大伙去试试看。好，那杜厂长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好，走了。好，谢谢。不错，好，再见。慢走。行啊。好，回见。那个赵新梅、刘淑荣，我可提醒你们一下，厂里是不可能照价收回这些衣服的。你们也知道，如果无法给厂里创造效益，那此前投入的先期成本，你们是要交回来的。我知道，厂长。知道就好。你怎么能跟他许下这样的承诺呢？这不是死路一条吗？新梅，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。我们没有退路，必须想出促销的办法。世荣，刚才不是有个主任说了吗？大家不敢买红色系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。消费者呢，只会采取观望的态度，只要看到有别人穿了，才会买。我们要不要？你是说自己穿的？明天就穿。哎，早啊！穿成这样呀？走。早就来了。你快看，她那红裙子多好看呀！好看什么好看？就不正经的女人才穿成那样。你看穿的多妖娆。我早就发现赵新梅不是什么好女人，现在总算是表现出来了吧？穿成这样也太不要脸了。对呀。你看呀，
赵新梅穿的呀，真是。舒荣，你来啦！早。舒荣，舒荣，你怎么也穿成这个样子啊？有伤风化。组长，那你说这衣服好不好看？好看是好看，不能穿。怎么就不能穿了？这裙子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呀！你看看这个面料，这款式这做工，怎么就不能穿了？这个颜色太艳了。是啊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颜色挺好的，只有这个红色才会显得皮肤白呀。也是挺白的。你们想想看啊，那天来那个女外商穿这样的裙子，我们都说好看，怎么到了咱们自己身上，穿了就成有伤风化？说的也是啊。组长，要我说，你穿这样的红裙子啊，肯定比我穿好看。我啊，对呀，我能穿吗？怎么就不能穿了？我给你挑件最好看的，走，我们去试试。走，去试试。走，这挺好的，走。走吧。太好看了，好看。你看，你们对我有意见说我也认了。这组长穿的多漂亮啊，咱们是不是更应该穿啊？舒荣，我能穿一件吗？当然啊，你等等，我给你挑啊。这个好，你人瘦，穿这个肯定好看。但是小吗？不小，还想来呢，真的。哎，走，看看。我喜欢这件，这配料这个好看吗？这个好看，裙摆多漂亮！你转一圈。我就喜欢这件，真的特别像腰脸。我还觉得这个也好看，这个喜欢这个风格不一样。你看，先试试这个就这个裙子。主角漂亮，这两个好看呀！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这是不是好看？这个好看，这个，对，你可以试试这件，这个也好看。对，要不你试试这个？是，特别漂亮，这个白的配红的一定好看。赵新梅、牛淑荣，这是咱们红色系列的新订单，看看。咱们厂出的红色系列又卖断货了，我决定再给你们上条生产线，3条生产线同时作业，你们一定要保证按时完成这批订单。现在这个红色系列已经是风潮，就连劳模在演讲会上都穿咱们厂的红裙子。哎，咱们这个亏损多年的服装厂，由此扭亏为盈了。谢谢你们，你们成功了。我再次代表厂里，谢谢你们。厂长，您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去准备吧。新梅，你们那红裙子在市场上已经大获成功了，你都已经得到你该得到的了，所以以后就别和齐伟接触了，好吗？哥，你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不扪心自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还和牛淑荣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呀？我和你那不一样，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你当初没有早点跟牛淑荣表白，没有早点把她娶回家呀？是不是啊？我这说你呢，你别转移话题。新梅，请你不要再和齐伟接触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是我亲哥，有些话我也不怕实话实说。我早就受不了齐伟对牛淑荣的好了，我受不了他给牛淑荣制造浪漫，我受不了他鞍前马后的伺候怀孕的牛淑荣。
我看到他左手牵着牛淑荣，右手揽着齐胜男，我就受不了。他给了所有女人幻想的那种幸福，而这些，牛成国一样都没给过我。老实说，我后悔了。我觉得我当初选错人了。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已经走进婚姻这座围城里，我逃不开，也挣脱不了，只能自己承受。新梅，你怎么可能还爱着齐伟呢？你不也还爱着牛淑荣吗？我们俩都一样，没办法控制自己，不去想他，不去看他，不去接触他。我以为这个世界上你是最理解我的人了。哥回来了。舅舅。哎，写作业去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这不之前新梅缺钱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心里边挺过意不去。那钱不是你管朋友借的吗？不是啊，那钱不是你们家出的吗？那天我回家正好看见齐伟给新梅送完钱出来。我有点事儿。那好，你忙。啊不，我就是有个事儿想要问问你。好，说。上次买面料钱不够，是不是你借了给赵新梅送过去的？是啊。你知道了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我呢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愿意欠别人人情啊。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害怕欠着别人的人。我不想让你心里总是有个事情揪着，我不希望你不能够安定的，心无旁骛的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那如果设计师、生产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，消费者是能够看得出来的，真的。真的是这样？那不然呢？该不会你心里有赵新梅，你特地帮她的吧？我要帮的人是你，
你看，现在你的红裙子计划大获成功，你给你们厂立了大功，你给咱们家挣了大钱，将来咱们可以用这笔钱，就像那些现在已经下了海的人一样，再把这笔钱投到更赚钱的项目当中去，赚更多的钱。到时候，咱们就会成为真正的有钱人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去哪玩去哪玩。那些说用钱买不到快乐的人，我猜，那是因为他们大概不太会花钱吧。等我有了钱。等我有了钱，听起来是还不错啊，是真的还不错呢。哎，盛楠睡着了吗？那个，咱们开个临时紧急的会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厂里刚刚解决了服装的销路问题，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。由于咱们的产量不足，导致了供不应求。挺好的嘛。那要是咱们不解决这个产量的问题，就白白的浪费了这次机遇。偏偏这个时候，老主任又退休了。那有些事情呢，我说吧，到选主任的事儿了。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，锻炼一下队伍，提拔一下人才。厂领导班子选出来的是赵新梅、刘淑荣。静一下。那个大家也都知道，在解决厂里这个服装的销路问题上，刘淑荣和赵新梅的能力和贡献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刘淑荣、赵新梅，你们各带领一个生产小组。刘淑荣，你带领生产1组；赵新梅，你带领生产2组。从明天起，1个月的时间，看看能不能让产量有效增加。当然，这也将会作为晋升主任的一次考察。赵新梅、刘淑荣，希望你们这次再给厂里一个惊喜。对呀，真羡慕你们分到刘淑荣组了。刘淑荣人多和气啊，跟着赵新梅啊，真惨死了。行了，我还羡慕你呢。赵新梅那边效益肯定比我们高，那马上奖金肯定比我们多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哎，怎么了，新梅？新梅？是不是中午吃坏什么了？啊！我就跟你说，你们单位那个食堂的饭菜不行，你得跟你们领导反映一下。这吃坏了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明天咱们上医院看看去，好不好？没时间去医院，厂里的考察明天就开始了，一切以工作为主。哎，别管我了。新梅啊！新梅，我有个感觉，虽然不太可能吧，但是这感觉呢，就一直在我脑子里绕来绕去。你说，你会不会有了？新梅，哎，有什么有啊？孩子，那还能有什么呀？你疯了！医生之前怎么说的？你忘了？你别跟我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医生说呀，很难怀孕，没说不能怀孕，是吧？再说你算算你，多久没来例假？
你一个大男人，你算这些干嘛呀？赶紧睡了。你多吃点鸡蛋。媳妇儿，今儿检查怎么样啊？啊？白高兴了。大夫说啊，我是因为太想怀孕了，产生了什么假孕现象。你看啊，你说你这不是吃饱撑的吗？啊？哎，你会不会聊天啊？啊，怎么说话的？你瞅你样，你瞅你样，我不跟你开玩笑呢吗？媳妇儿，没事啊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咱两口子还需努力。哼。哎，但是啊，你可别跟我学赵新梅，再给我整个假怀孕啊！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今天我在医院啊看到赵新梅了，看着她呀垂头丧气的从那个妇产科走出来，肯定是没怀上。哎呀，你别管人家，她不是有一个孩子吗？怀不怀上也无所谓，你别瞎掺和啊！不是啊，她要是倒霉了，我就要告诉牛淑荣，和她分享这个好消息。你以为人淑荣像你似的呀？啊？不过话又说过来啊，让赵新梅得意挺好的。你想要让她倒了霉，那淑荣还能有好日子过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啊，齐伟啊还是没放下赵新梅。啊，真的？那我得提醒牛淑荣啊。注意方式啊，快穿上。去医院了吗？去了。大夫怎么说的？大夫就说我胃有点毛病，不过没什么大事。光查胃了，那产科你没去查查吗？你还有完没完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跟我心里都很清楚，你关心的到底是什么？洗手，吃饭，吃饭，儿子，这是谁的小脚这么脏啊？这是小楠楠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舞厅嘛，也就这样。睡觉了，走。七伟，下个月我厂里会比较忙，到时候盛楠啊还要你多照顾一点。干嘛呀？我那边事儿多，事儿杂，我都得盯着，我离不开啊。也是，你那边事儿比较重要，家里的事儿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啊？这个月有什么特别的呀？保主任他不是退休了吗？领导啊就想从我和赵新梅两个人选一个做领导班子。还弄了一个产量比赛，做最后的考核用。你要跟他竞争啊？对呀，本来我还是想争一争的，可是咱们家这个情况啊，算了。不能让他白白就当了主任了呀！这要是当了主任，那以后我更得拿鼻孔看人了。算了，我们不管他，
关起门来过咱们自己的日子不就完了？别，争。选主任那是要选贤能，凭什么让你他呀？他算什么东西啊？争，这个主任，咱们跟他争。算了吧，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，家里不能没有人呀。家里的事情包在我身上，你不用操心。老公真好。打扰一下大家，我有几句话想要跟大家说。本来呢，这次竞争我是没想要赢的，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可是昨天晚上啊，我又一想，既然是竞争，不赢，竞争它干什么？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大家可以跟我团结在一起，抓紧这一次机会，争取我们这一组赢。没问题，只要赵新梅输，就算没有工钱我也愿意。对，工作量翻倍，有翻倍的方法，就算是翻3倍，我们也能做到。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，我们不可以光要数量不要质量，这样赢了也没什么意思。数量有了，在老百姓心目中口碑毁了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一组这一次一手抓质量，一手抓数量，争取让我们的服装厂在老百姓心目中有口皆碑。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，没问题。那这么个搞法，每天得几点下班呀？该几点下班就几点下班，绝对不搞疲劳化加班。我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人啊，都是有孩子的，大家都要赶着下班去接孩子，所以只要大家每一天按时完成工作量，下了班之后就去干自己的私事儿，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？好。大家干活吧。好。今晚全体加班3小时。凭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问问你们自己啊。新梅，妈来了啊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呀？啊，不是这意思，大晚上的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磕了碰了呢？你念我点好吧？妈给咱们送了点咸菜啊。哦，谢谢妈。不用谢了，你把家里料理好一点，比什么都强。嗯。来，新梅，新梅，来，赶紧把这汤喝了，快。这什么汤啊？猪蹄儿汤啊。来，来。陈果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这样有多长时间了？得有1个多月了。她是不是怀孕了？不能啊，她去医院看了，大夫说她胃不舒服。那单子呢？医生开的药呢？拿过来我看看。哦，妈，医生说了，我就是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得养养胃。
这段时间别吃太油腻的。我先回去了啊，我走了。妈妈，送送奶奶。奶奶再见。妈，慢走啊。是妈妈对不住你，你再忍耐几天，帮帮妈妈。对不起啊。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大家咬咬牙，把手上的活干完，很快的解放啦。朱荣啊，你说你有戏吗？哎，你说啥呢你？什么有没有戏啊？我们做的裙子质量好着呢。咱们这吃亏呀，就吃亏在这质上。当初厂长怎么说来着？供不应求。人家要的就是那边的量，不是咱们这边的质啊。人家赵新梅那边量比我们这边多了。其实啊，就算我没选上，我也是问心无愧的。总不能让老百姓在外边说咱们厂子的衣服质量有问题，中看不中用，对吧？你们年轻人果然不能小看，厉害呀！这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就解决了厂里的燃眉之急。唉，可惜的是，主任的位置只有1个，而你们2个又都表现得那么优秀，让我们厂领导很是为难呀。牛淑荣，你群众基础好。这个做事也妥当，大家都支持你。但赵新梅，你的产量是毋庸置疑的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要解决产量的问题。结果决定一切。
我决定向上级打报告，提拔赵新梅。说啥？说什么？赵新梅，真倒霉，他呀，对呀。哦，当然了，淑荣，你的表现也是非常好，以后这机会还多的是，你可一定要继续好好努力，不能有情绪啊。放心吧，厂长，我不会的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车间了。好。谢谢厂长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哎，你看他那个得意样，就是得意什么呀？这讨厌，真是倒霉。 不好意思了，这可不是你的真心话吧？说的也是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凭本事吃饭，凭能力当官，结果证明我就是比你强。强不强的我不在乎，只要你对工友手下留点情就好。拿钱干活有什么情面？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，我又不会假仁假义的。新梅，你怎么了？ 醒来，醒了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扶一下，快点。我这是怎么了呀？不是，你说你怀孕这事儿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了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真是有天胆儿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们说一声，还瞒着，万一我这大孙子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呢？你说？妈，先别怪新梅啊，这孕妇的心情对胎儿很重要。为了您大孙，少说两句。我跟你说，新梅，这回是多亏了淑荣了，及时给你送到医院，要不然这孩子说不准就保不住了。是淑荣送我来的，可不是嘛！一看你晕倒了，立马叫人给你送过来了，然后叫我和妈过来。啊，现在刚回厂子上班去。你呀，这些天你也别上班了，就在这儿养着吧啊！大夫可是说了，你这个症状啊叫先兆流产，很危险的。再说你这孩子发育的也不好，你都4个月了，这个孩子才丁点儿大，你是怎么当妈的？你说你真是这事儿，你妈那个让新梅先歇会儿，回家给做点吃啊。走吧，好好休息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主任那事儿宣布了，怎么样？审查新梅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我们组产量没他高呗。你们那么拼命了，还没他们高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不是，这跟想法有什么关系啊？
算了，过都过了。再说了，厂长说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今天，赵新梅她差点流产了。啊？她为了当主任这事儿一直瞒着，还拿布条勒着肚子，生怕大家看出来。哎呀，你说她怎么就这么看重这个位置呢？她要是早说，我就不争了，直接把这个位置让给她不就完了吗？她为了一个主任的位置都可以这样，我真是没有想到。我跟你说话呢。那挺好的，不错。睡觉吧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你说她流产了，所以现在没事了吗？你一个晚上不睡觉，就都在想这个呢？厂子里休息啊，你不用上班啊？哦，我是请了假出来的。哦，我是跟厂长请的假。那怪不得我不知道了。以后你请假就得跟我请了吧？哎，七伟啊，你不知道吧？我跟舒荣竞争当主任，结果是我当上了。金梅，少说话，费神。费什么神呀？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现在就得多说点话。我还得谢谢舒荣呢，送我来医院，谢谢你啊，舒荣。神清气爽，好啊。那看到你还挺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舒荣啊，那咱们就回吧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你们这都才来就要走啊？看到你挺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舒荣，走。慢走啊！赵子龙，你刚才干嘛帮牛淑荣说话？我说什么了？你少跟我装！你看到没？你牛淑荣已经跟齐伟结婚了，孩子都有了，你还不死心啊？啊！我劝你赶紧找个靠谱的女人，你结婚行不行啊你？这刚才是没过瘾是吧？你这又冲我来了。我知道他们结婚了。我就愿意打光棍，打光棍挺好，潇洒自由，想干嘛干嘛，跟舒荣没关系。舒荣，你叫的真亲，你不嫌害臊啊？我就叫了，怎么了？我都叫了这么多年了，舒荣，我就觉得舒荣好，我就愿意对舒荣好，这碍着别人谁事儿？哥，爱一个人没有错，付出也没有错，你舔着脸犯贱就是错。我就犯贱，我就愿意对舒荣犯贱。怎么了？我现在看见舒荣高兴，看见他跟齐北在一起了，挺幸福的，我这心里边也挺满足的，真的。哎，行，你别说了，你越说越恶心。
我说了，凭我你自己吃吧，恶心。妈妈，小弟弟就在这里面吗？嗯。那我跟他说话，他听得见吗？他可能会听见吧。新梅，新梅，来，刚熬出来的骨头汤，来，进来，儿子啊。哎呀，这书上说了啊，孕妇这个时候啊最怕缺钙，所以你得多补补钙。来，拿开，我闻着恶心。拿开。不是，恶心你也得喝呀，就当喂了孩子啊，捏鼻子，趁热喝。那好，我喝完之后你就送我去厂里一趟。你现在去厂子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老觉得心里不踏实。自从提了我当主任之后，我厂里一回面都没有露过，觉得肯定有问题。这有什么问题呀？你说你现在是孩子重要，还是工作重要？你现在安心保胎是最重要的。哈，再说厂子有什么事儿，淑荣就告诉你。算了吧，就说他牛淑荣最不可信，日久生变的，我还是亲自去一趟。哎，行，不能动啊！不，唐，牛章，爸爸交给你个任务啊，在家看住你妈，让你妈哪儿都不能去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保证完成任务啊！啊，看着你妈把汤喝了啊！来，算了吧，你们看去汤，看住。来，哎，牛成国，来，儿子，把门锁上。好。哎，牛正，你到底是听妈妈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啊？听妈妈的话，不过我不想让你出去。松手。哎，牛正，你可以吗你？你在那多久了？啊？哎，你放心吧，妈妈不会走的。困了吧？来，过来睡会儿。来。看把你累的，快躺着啊！哎呦，困了。哎呀，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不会走。哎，下午牛主任是不是要做报告啊？新刚上任嘛。问一下，你们刚才说的牛主任是谁啊？牛淑荣啊，昨天刚宣布的。妈妈，我没有看住你，爸爸都批评我了。新梅，你说你啊，不让你去厂里吧，你还非得去，还偷着去，我这是害你呢啊！你可真行，还把儿子也哄睡着了，然后你往厂里跑。我跟你说你。怎么了，新梅啊？怎么了？我以后都不去厂里了，谁求我去我都不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没事，妈妈怀着宝宝呢，容易发脾气啊，没事。
叔叔来了，来就来，还拿什么东西？来来来，喜白，叔叔来看你来了，哈，拿一堆东西。哎，你们聊着吧，我这还炖着汤呢啊，好好聊啊。我代表厂里的同事来看看你。是啊，你现在当上主任了，是可以代表厂里其他的同事来看望我的。看我什么呀？看我笑话是吧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，新梅？大家其实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你这个情绪，以后还怎么跟大家好好相处呀？我怎么跟大家相处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相处的不好，你可以行使你当领导的权利，直接把我开除不就完了吗？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假期我可以多帮你申请几天。你这么消极对孩子也不好。我先走了。你算了吧你！我没你就请不了假了是吧？你当上主任你还就牛气了，只能你来批假和请假了是吧？你也不想想当初你是怎么当上主任的？当初要不是你发现我怀孕了，你去告的状，这主任轮得上你吗？主任是我的，应该是我站在那里跟你说话呢。得意什么劲儿啊你？赵新梅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厂里也是根据我们俩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。我来这儿看你是我工作的一部分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对于你自己得到的永远不知道感恩，对得不到的就心怀怨念，你这样根本就不会幸福的，还会连累我哥哥牛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你自己出了问题？我幸不幸福用得着你来诅咒啊？用得着你来我家站在我面前说这些啊？你算了吧，你牛淑荣，你说的这一套，做的这一套，你回去说吧，这是我家。滚呐！哎，叔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你们俩又吵上了呢？哎，别哭别哭！好了，别哭，别哭！孕妇心情很重要，别哭了啊！又不许他来了！不来，好了。陈国，陈国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肚子，怎么了？肚子疼，是，我快生了，要生了啊！你等让，给你叫车去。啊！陈国，你快点！坚持住啊，新梅，马上到了啊！到了，挺住啊，挺住啊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！不用了。看咱儿子长得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我跟你说，其他生的孩子都皱皱巴巴的，就咱们儿子没情没绪，多像你！看这大眼睛转的，我跟你说，名儿我都想好了，牛可心，是我们两个人可爱的心头肉，行不行？都行。我要看小弟弟。
哎呀，齐伟，好了没啊？快点儿！哎呀，你别看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去上班呢。你自己去吧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去，人赵新梅生孩子，我们要不去的话，别人会说我们不是的。你怎么那么在乎别人怎么说？你以为我想去啊？我还不是想让你多陪陪我吗？那我自己去了。陪你去吧。给你拿衣服啊。走。新梅啊，你包着点啊。这要月子里做了病、受了风的话，这辈子都得受罪。知道。伯父伯母，成国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恭喜呀！添了个大孙子啊！看看你这外孙子，哎，真好！你看这鼻子、这眼、这嘴，多像他爸爸呀！对，特像成国小的时候。像，名字都给起好了啊，叫牛可欣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好啊！有文化，你看看就是好。起这个名字呀，都好，可心，可爱的可，心头肉的心。哎呦，来，看看老爷，看一眼，啾，这孩子睡着了。哎呦，真好。爸妈，赵叔，哎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去单位请假，所以耽搁了一会儿。快去看看吧，我那小孙子太可爱了。这就上去。你们轻着点儿，别影响新梅休息啊。知道。快去吧。行，那你们去吧。不是说了别影响他们休息，要不咱回吧。来都来了，还能不去啊？走了。来，请进。哥，叔来了啊！恭喜啊，哥！啊，看看姑姑来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吃水果。哎，不用，太麻烦了。今天我去厂里请假的时候，跟大家说你生孩子了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都说来看看你呢。都别来，我不想看你。哎呦，好了，成国，孩子到点该喝奶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我送他。女士们，楚荣起来。刚生完，大夫说呢，情绪可能不太稳定，不要心里去。没事儿，哥，倒是你自己啊，你要注意身体，最近累。哎呀，放心，我没事，我没有什么事。赶紧回去吧，别耽误工作。啊，谢谢啊。芙蓉，难受。芙蓉，哇，小博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喝成这样。淑荣呢？淑荣，有淑荣，是不舒服。小博，淑荣她已经嫁给我了，她已经是我媳妇儿了。
淑荣嫁给你齐伟了。没有忘了。淑荣嫁给齐伟了。淑荣看我一眼我都高兴。淑荣最好了。淑荣，佳期呢？回来啦。梅姐。爸爸。梅姐。别打岔，赶紧想。5减3加7。5减3加7等于多少？5减3加7等于9。是吗？是9吗？啊？5减3加7。哦，对。5减3加7是9。等会儿我看看。6减4加6等于几？6减。快！6减4加6。姐。下一个。哎，我陪孩子做点作业啊。你去门外看看，有个人等了你快1宿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别瞎说。我没骗你，我是真的。真的？那6减5加几？你别骗我啊！加6。啊？6减5加6。6减5加6等于7。子博哥，子博哥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啊？淑荣，啊，他们不要我了，他们都不要我了。谁不要你了？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，做我自己喜欢的事，就是为了让我不那么想你，不那么惦记你。可是他给我画了个蓝图，他就走了，他不管我。你说谁呢？谁给你画了个蓝图？谁走了？不要我！你把话说清楚，子博哥。都不要我！谁走了？我没听明白。不要我了！哎，回吧。可他遇上事儿了。我知道，他遇上大事了。啊，这事你管不了。你呢，上楼去管盛楠吧。啊，他交给我。你能行吗？行，我肯定能行。我最擅长解决这种事。那你照顾好他啊。放心。子博啊，我知道你今天喝大了，但是有些话，我也就趁着你喝大了跟你说了吧。如果你要是断片了，明天忘了，我也不会再说第2遍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数，我知道。可是淑荣她毕竟已经嫁给我，她毕竟已经是我媳妇儿了，所以有些事情你就在心里藏着吧，藏好了，别再露出来。这也算是对你自己的一种尊重，也是尊重淑荣。回吧。
回来吧，回来。还一个人喝这么多酒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。哎呀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那么大人了，我还是真有点担心他。这么关心他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这个人轴，大晚上一个人回去，我关心他一下很正常。你呀，根本就是喜欢有一个人这么死缠烂打的吧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不是啊。我看看画的，来，给爸爸看看。这个呀，你说这个好，这个画的好。哎呀，终于要回厂子上班了，是吧？怎么还有点紧张啊？我才不紧张呢，这天塌下来不有你妹顶着吗？不是怎么着，这辈子你就打算跟我妹过不去了，是不是？她别跟我过不去就好。你待会儿把可心送爸妈那去啊。好嘞，放心吧。赵新梅怎么不来啊？这急什么？这昨天是她休产假最后一天，肯定得来。是。为什么？哎，你让我想到那个刘淑云对她管赵新梅的样子，我真是。哟，新梅来啦！很久不见，哎呀，怪想你的。是吗？是啊，这王娟儿念叨你一上午了，真的是想你了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大家先欢迎一下，欢迎赵新梅回到我们大家中间，好不好？今天啊，我们还是跟平时一样的工作量，不过赵新梅很久没有回来工作，可能会有一些生疏，就不对她做要求了。大家可不许攀比啊！生疏什么呀？大家干多少我干多少，不用客气。接着干活吧。尚南，给外婆唱个歌吧，外婆啊最喜欢听你唱歌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来，去吧，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来，听话啊！哎，我们欢迎，嘿嘿嘿嘿嘿！欢迎欢迎欢迎啊！小芬儿，看啊！嘿嘿嘿嘿！来一个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孩子，好，不唱，来。有，这快，好。哎呀，不唱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下周，好了，不唱了啊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好了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。怎么一直哭啊他？不知道是不是人一多他就不适应了啊？要不你先给他抱里屋里啊？哎呀，我刚才试过了，没用。你得抱屋里去啊！我刚试过了，没用。跟他做好朋友好吗？啊，乖，真棒啊！你不哭。你喝。来，秀男厉害啊！行。
别地里玩啊！刘生，那个来，把那画给爷爷奶奶看看。进来。这个市里绘画比赛得了个3等奖。哦。他们学校就俩孩子得奖。这是奖状。奖状。哟嚯，刘征同学。刘征啊，你告诉爷爷，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说说。我画的是我的一家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爷爷，这是奶奶，这是我。哦，真棒！牛征啊，还真有点艺术细胞啊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奶奶嘛。哎呦，我奶奶。爷爷奶奶，这次我语文考试99，数学100分。好。班级里你是第几啊？是全班第2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齐胜男语文92，数学80，名次也落在我后面好多呢。你应该帮助他啊，好吗？这才对。哎，乖了啊。胜男，哎，你来。妈。我这忽然想起来，我舞厅啊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就先回了啊。哎，那你们不吃饭了？这饭都得了。来不及了，下回吧。哎，走，老爸。走，慢点啊！慢点啊！我们吃饭啊。妈也是关心胜男。为什么考得这么差？为什么不好好学习？胜男身体不好，经常生病缺课。生病比别人多，吃药比别人多，我怎么就没看见你别的也比别人多呢？你要再考这么差，走！你干什么啊？你这孩子撒什么气啊？我跟你讲，就是那年你怀他的时候，被他推倒了，摔了那一跤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笨？宝贝最乖了。